城门，杀了他们，一个活口都不许留！为什么？兰，阿轩，我好不容易跟梁世成和离，我马上就要出玄冥侯府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放过你啊，主君，我就说这个女人不安分，一把年纪还要和离另嫁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堂堂一朝将军慕容轩，竟然为了一个二嫁女终身不娶。周楚月，梁世成，你们好狠的心呐！当初若不是你阻拦不让我入府做嫔妾，我又何苦被别人看不起这么多年？哎呀，只可惜啊，你拦不住我。你的女儿被我冤枉成白虎山，拔了舌头，哑了这么多年，是你活该。为什么你嫁给我这么多年，却始终不能做我的贤妻，对我百依百顺？就是因为他，阮诗雨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年你家被诬陷，全家被流放的事情是我干的。那些个对你见似起义的官兵，也是我雇来的。你和慕容轩青梅竹马又如何？到头来你还不是为了救你全家求我？你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的嫁给了我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你休想再逃离我！诗雨，快拿枪！阿轩，阿轩，你不要丢下我！姑，想起来最好看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定做夫妻，再不分离。阿轩，别丢下我！快给我杀了他！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记得我这一生如何被奸人所害，而亲人离世，母女分离，永失所安。便是一滚阿鼻地狱，魂飞魄散，我也要与他算个明白。当年你家被诬陷、家被流放的事是我干的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逃离我！阿轩，我没死，我重生了。什么生病了？我看他就是不想纳楚云进门，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还占着宣平侯府主母的位置不放。母亲，你消消气。哎，诗雨，你别再难过了。是母亲她，你放心，我娶她纯粹是为了开枝散叶，我心里只有你。我重生了，还重生在前世。我夫君连同婆婆逼我同意周楚云进门那日，眼前这虚伪的宣平侯府母子和那未进门的周楚云，害得我满门离散，永失所爱。今世我要他们百倍偿还。前世周楚云记恨我不让他进门，濒临产子时借口污蔑我的兰儿是白虎煞附身，以烈火焚他口舌，更把我身上筋困在腹中，每日用毒汤毒水酷刑伺候。诗雨，诗雨啊，要是实在不太愿意，我愿意。添丁添福是好事，我自然愿意。什么？不愧是名门贵女，果然有风度。那明日就由你亲自去迎楚云进门。好，明日我定大操大办，让全城皆知。全城皆知的是喜事还是丑闻，就拭目以待了。主母还在就台嫔妾，已经是在打姑娘的脸。你怎么还答应去迎亲啊？
那不是要全京城的人都看您笑话吗？的确是笑话，不过不是我。今晚让奶娘带着兰儿在学塾睡去，再帮我去取一件粉色的衣裙来。明日我要替夫纳妾，要给这位姨娘准备一份厚礼。宣平侯府既然想用朱门高户困住我，那我就要毁了他。周家嫡女身怀有孕，宣平侯府夫人阮氏特迎周氏入府为妾。周家嫡女身怀有孕，宣平侯府夫人阮氏特迎周氏入府为妾。周楚云，前世你机关算尽，只为进宣平侯府，这一世我便让你如愿以偿。这周家小姐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官家小姐，没想到竟做出如此丢人现眼的事。乌梅苟合竟然还怀有身孕，这宣平侯府夫人真是贤良，还迎她进门做妾。我看这人就该进猪笼。不可能！世成说过要纳我为嫔妻的，是你嫉妒二公子心仪于我，所以特意过来羞辱我的。阮诗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要娶楚云作为嫔妻，你竟敢阳奉阴违！大梁有律，主君年过40，主母入府3年无所出，方可纳妾。主君年壮，主母有女，这嫔妻不可纳。周氏可怀有我的血脉，我岂能让我宣平侯府的孩子流落在外？夫君言重了，可让周氏先入府为妾，等日后生下男胎再过继到我名下，照样是侯府的嫡长孙。怎么会有侯府孩子流落在外一说？你放肆！楚云是清白姑娘，岂能做妾？夫君正忙着晋升，若是朝廷知道你不敬发妻无美苟合，还要另娶嫔妻，该当如何？阮诗雨，当你现如今还是首辅之女，宣平侯府上下无人敢挡我的路。梁小侯爷的意思是，宣平侯府上下连王法纲常都要踩在脚下了。我等拜见慕容将军。慕容轩，我的家事何时轮得着你来插手了？还是说，你还惦记着和我妻子的年少之盟？本将奉旨巡查世家风纪，不巧看了这出好戏，我倒要看看是小侯爷的私心硬，还是大梁的律法硬。至于这位清白姑娘，无美苟合，若想跟我论个清白，不妨进宫辩个分明。不敢。都起来吧。让你们起来了吗？今日本将军在此，如何处置，全听夫人说了算。周氏腹中有胎儿，就不必重罚了。纳妾文书在此，白银10两作为聘礼，还有粉色襦裙一件，送给周氏小姐做心服。阮诗雨，你这是在作践我！每个科期都不止10两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正妻才可穿正红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有身孕，若是不嫁，就只能一脖子吊死。周小姐要是想入府，就赶紧把这身衣裙换上吧。
道，夫君迎亲回府吧。我们走。来，起来。阮诗雨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你羞辱我的仇，来世我定送你入坟！别气着孩子，今日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找他算账。多谢。诗雨，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诗雨，此生我再也不会错过你了。我是在做梦吗？阿轩，诗雨，你对不起，前世是我害你，终生委屈，还惨死在梁世成手上。如今重生，复仇路险，我不会再让你卷入漩涡。我从未后悔。诗雨，相信我，我会成为你手中最利的人。爱是成为你爱的人，是爱你爱的苍生，是非纷纷不过问。前世为妻谋，未成的情，今生只要你不弃，我绝不负你。现下你打算如何做？我要先保住我的女儿。惊心夭夭，母氏劬劳，凯风自南，吹笔惊兮。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真好，我的兰儿如今还能说话，还没有被割去舌头。娘亲，救我！娘亲，救我！娘亲！大师说楚云腹中的男胎生不下来，就是因为你是祸害全家的白虎煞，必须把它拔除舌根，斩除祸端，才可保全家平安。娘亲，救我！谁让你当日不肯让我入府做平妻啊？阮诗雨，是你害你女儿，才有了今日。希望这一世娘亲一定会守护好你，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我无令人。娘亲，娘亲今日怎么来接兰儿放学啦？娘亲想兰儿了，以后每日娘亲都接送兰儿上学堂，好不好？好，兰儿最喜欢娘亲啦。娘亲，你看，这是兰儿今日抄写的诗笺。夫子说，这是夸赞母亲辛劳，做子女的要成大器，孝顺母亲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老夫乃天机神算，乃是这个送子观音身边童子下凡。家里要是没有男儿的，今天有福了，赶紧来领我的符纸吧！只要写上家主的名字，定能如愿。娘亲，家里要是没有男儿的，那有送孩子的，赶紧来我弟弟这儿领不是一直嫌娘亲没生出弟弟吗？那些都是骗术，
那些都是骗术。那不是，我女儿不是白虎煞，她不是邪祟，她不是。若非邪祟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小小年纪怎会有如此恶毒之术？啊！你告诉我！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真的不是。娘亲，爹爹和奶奶一直欺负你。虽然兰儿不想和别人争夺娘亲的爱，但是有了这个，你就能生个弟弟，不被欺负啦。原来上一世兰儿被抓住是邪祟的屏障，是为了帮我求子。这小丫头非常孝顺啊！哎呀，夫人你好。果然是你！说，是谁在背后指使你陷害我女儿？我说，是周氏的小姐，她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上这儿来的。好一个周楚云，原来他设计陷害我女儿的局，布得如此早。我这就将他带去宣平侯府指认周楚云，还兰儿一个公道。不行，去宣平侯府无非就是训诫几句。他要害我女儿，我要一气之道，还治必慎。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怎么还没到啊？怎么这么难呀？这不久有进府，耽误很久了。怎么还没进府啊？贱人！阮氏玉既然以妾身只能成夜入府为由，害我在侧门等了1天，受尽了笑话。楚云，时间到了，可以入府了。哎呀，这么久，太好了，终于进去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呀呀，邪祟呀！大家看，这是邪祟呀！什么？小侯爷，你怎么能娶一个邪祟回家呀？这会让你全家都不得安宁的呀！这臭道士一派胡言，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现在让人打死？天地良心，我是一个道士，我怎么可能坑害于你？我是秉承上天的懿旨，我是在好心告诉你呀。什么秉承天意？你分明就是个骗子！你周姨娘怎么知道他是骗子，还是有真本事？莫非你们认识？我不认识他。既然不认识，就不能空口白牙诬陷人。先生，你说他是邪祟，可有凭证？贫道乃是上天眷恋之人，自然知道这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小侯爷，我且问你，你和他第一次认识，是不是在那春分花开正当时？那个时候，你去寺庙上香，捡到他遗落在地上的手帕。哎，随后你2人就开始暗通款曲，初次有私猜。行了，不必再说下去了，不必再说下去了。看样子是说中了。这道士有真本事，难不成真是邪祟？不过也对，不是邪祟，怎么会干如此伤风败门的事？前世的事我自然记得清楚。周楚云被人指认邪祟的滋味，可还好受？爹爹可是有大本事，要做大官的人，不能娶邪祟入门。夫君，我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咱们先生，哎，那个贱妾她怀有我宣平侯府血统，可有解法？解法？解法倒是有，只是要他受点罪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身怀有孕，你们放开我！
照大师所说的，替周姨娘烧尽晦气，断发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我的头发，你们！周姨娘，我们这可都是在帮你，只有去干净邪祟，才能让宣平侯府不被祸害，对你、对孩子都好。你们欺人太甚！阮诗雨，那道士分明就是个骗子，定是你收买了他。嚷啊！再嚷大声些，让他们所有人都听到你是如何陷害我女儿，然后自食恶果的！脚长在你自己身上。你若无福做侯府的姨娘，便可自行走出侯府，侯府绝不拦你。既然是宣平侯府的规矩，那我应当遵守。继续。周氏嫡女无美苟合，自甘下界做偏房，当恪守本分，殷勤侍奉主母，为宗族延续香火。若违此训，即刻发还本家。当初若不是你阻拦不让我入府做嫔妾，我又何苦被别人看不起这么多年？哎呀，只可惜啊，你拦不住我。你的女儿被我诬陷成白虎煞，拔了舌头，哑了这么多年，是你活该！上一世你们害我所爱，伤我亲女，这一世我要护他们周全，更要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周姨娘胎相不稳，西边偏院最是清静，送周姨娘去养胎，无事不得外出。夫人，我们回屋吧。天寒地冻，怎么比得过人心凉薄？阮诗雨，你好阴毒的心呐！大师说只要驱邪，你却趁此机会虐待楚云。知不知道她肚子里怀着我的子嗣？你根本就不配做我们宣平侯府的主母。回屋。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没？赶紧跟我去和楚云道歉。竟敢打我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罪臣之女？打你，是为了让你认清你自己。我父亲的罪名为何而来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只是永远包不住火的。他难道知道了什么？就算他知晓又如何？我就不信他还能翻起什么风浪。梁世成，你不是一直不满意这枚婚事吗？这份和离书你签了，以后你我男婚女嫁各不相关。以后你我男婚女嫁各不相关。阮诗雨，你休在我这发疯！你知不知道，大梁女子一旦和离，名声全无，毫无退路。我的退路不劳你操心，签了这份和离书，你我都能解脱。阮家虽倒，但宣平侯府却需要他外祖父。况且，我费心算计来的女人，绝不能被慕容轩再夺去。我告诉你，阮诗雨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逼着我跟你和离，然后回去找慕容轩再续前缘。我告诉你，我宣平侯府没有休妻，更没有和离。想要离开，除非你死。死
撕碎了我还能再写，我随时等着你来跟我签这份和离书。你放心，绝不可能有这么一天。哼，没有休妻更不会和离，那我就要休夫。刘世成，上一世你如此羞辱我，这一世我将10倍100倍让你奉还，我让你像狗一样匍匐在我的脚下。母亲，那个阮诗雨，他分明就是在戏弄我。这阮诗雨真是翅膀硬了，居然敢虐待你肚子里我的大孙子，反了他了。母亲，你一定要为我和孩子做主啊！宣平侯府的香火不能断送在他这个毒妇手里。他仗着自己没犯七出之罪，谅我们宣平侯府不敢休妻，那就让他失了孩子，好好尝尝骨肉分离的痛。这件事就交给他奶娘去做。这宣平侯府人真是黑心，连自己孙女都不放过。不过人为财死，老太太给的赏赐足够我出府逍遥下半辈子了。小小姐，你看这院里的花开得多漂亮，您要不要折一朵送给夫人？夫人向来喜欢红色的花，小小姐亲自摘给她，她一定高兴。可是那朵花开得太远了，有点危险，我害怕。就是远才长得俏丽呢。夫人绝世容颜，唯有这红花才能衬得上，是不是？说得对。小孩子就是好骗，我还以为有多难，跟他娘一样是个草包。对不起，小小姐，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，摊上一个不受宠的主母娘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一个做奴婢的能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就是你去送死！你个狗奴才，竟敢背叛主子，去府里好好清醒清醒吧！为什么？我明明都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为什么我的女儿还会落水？我究竟犯了什么错？我的女儿究竟犯了什么错？娘亲，兰儿来帮你了。慕容轩，怎么敢闯进我宣平侯府后院？你把我宣平侯府的脸面往哪搁？宣平侯府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谈何脸面？慕容轩，宣平侯府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插嘴。来人呐，把夫人和新兰带走。我看谁敢！今日我是奉长公主之命，来府中给阮夫人送请帖，不想一来府中，就撞见这个刁奴在光天化日之下残害女童。小侯爷，你不保护妻女，要纵容罪犯吗？说，是谁指使你害我女儿？说，阮诗雨，你在干什么？虐待下人，也是侯府主子该干的事儿吗？侯府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光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，夫人！你快救命啊！夫人要折磨死奴婢了！救命啊！阮诗雨，住手！如晴，今日若这刁奴不说实话，就地杖毙！就地杖毙！放肆！你无凭无证，私自动刑是犯法的。本将军就是人证，快
况且法理之外亦有人情。本将军这剑，乃是先皇所赐。今日若有人阻挠阮夫人查问案情，斩立决！娘亲，是奶娘推我入水，奶娘还说，是她受了祖母的指使，是祖母要杀我。你胡说！娘亲，女儿没有胡说，奶娘身上有祖母给的手印密信。给我搜！大胆！你怎么敢不敬长辈？今日府上只有杀害我女儿的凶手，没有尊卑。搜！是梁小侯爷，本官稽查案情，你是要包庇罪犯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为着私情。若是为了私情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你说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你们主仆二人故意要陷害我。不是，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东西，老夫人只给了我一个口头承诺，没有写信。恶奴施主，不要！一命偿一命！还有你，送去乡下派人看护，无事不得外出。是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梁世成，你若想让天下人皆知你有一个残害自己孙女的母亲，我不介意让慕容轩去报官。阮世瑜，你这个毒妇！我们宣平侯府对你有恩，你怎敢如此？的确有恩，我定百倍偿还。我不方便进去，就送你们到这儿，好好陪陪你娘。放心吧，慕容叔叔，我会照顾好娘亲的。要是慕容叔叔是我爹就好了。娘亲，你为什么不报官？顺带抓了周姨娘。进来，跪下。报官，然后让人发现你的证据是伪造的吗？你的笔记经得起细看吗？夫人，萧小姐她……今日这事儿，是不是你帮着谋划欺瞒于我？这不关竹青姐姐的事，这是我自己一人想的法子，求竹青姐姐帮我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，娘，起来！你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性命去冒险？你知不知道娘有多害怕？娘怕护不住你，我的兰儿。娘亲，这一世兰儿来护你。我的兰儿。这件事就交给他奶娘去做。哎呀，小祖宗，要是我们被发现怎么办？要是抓不住害我的实证，他们就不会认罚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对我和娘亲出手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娘亲别怕，兰儿在，
你教我下棋时说过，谋定而后动。若是不能将敌人一举杀之，就不要打草惊蛇。兰儿不想娘亲成日为我提心吊胆，兰儿也想保护你。为何不跟我商量？你打，你朝这里打，把我和孩子一并打死算了。若不是你不护着我，我又何须如此啊！蠢货，你跟我娘都是妇人之见，做了坏事，你还把证据白白送给她。这房契确实不是我的呀，更何况我怎么知道慕容轩会冒出来？行了，别哭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有蹊跷。至于那死丫头，本也不是我的种。竹君，想要收拾那死丫头，就要先对付阮诗雨身边的竹青。有她在，竹君，我有办法。我就不相信，世界上有一个女的能接受自己的身边人爬上丈夫的床。什么？他们竟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害我，还让夫人伤心，我这就去杀了他们。哎，你就不怕我跟你说的重生是诓你的？奴婢打小就跟着姑娘，姑娘说什么我都信。奴婢只是恨自己上辈子死得太早，心疼姑娘上辈子。别让他们脏了你的手，信我，我会替你报仇。好。竹青，我知道你在房里。竹青，这楚云的药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住的，你早就受不了了吧？小宝贝，主君，别着急嘛，不如先喝了这杯酒。我可等不及了。我来了。周姨娘怎么今日如此有闲情，拉我讨论诗画？夫人，不好了，老爷在房中。在房中怎么了？你倒是快说清楚啊！老爷，你轻点啊！大夫人身边的竹青姐姐勾引老爷干那种事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什么？夫人，你别生气呀，这种不知羞耻、侮辱门风的小贱蹄子，直接杀了便是。夫人这陪嫁丫鬟有异心，你这都没发现，实在是失察呀。你说竹青在房中，那这位又是谁呀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的。白日宣淫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勾引老爷。喜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姨娘身边的丫鬟喜鹊妹妹吗？原来这是一出贼喊捉贼啊！喜鹊，你怎么敢？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这就晕了，好戏还没开场呢。周楚云梁世成，这份大礼，你们且好好收着。前世竹青待我忠心，却被奸人算计，离间打成残废，丢出府外。我这个没用的主子护不住他，他却不曾怨怼半分。今世我总算替他报了仇。快住手！
人柴心仁厚，是妾身管教丫鬟不力，不如让妾身把喜鹊带回去，好生管教。管教？大胆周氏！这房里燃的可是价值千两的暖情香，若无你的暗许，她一个丫鬟哪来的钱买这些阿杂东西？夫人明察，此事和妾身没有关系。有着身子的人怎么说贵就贵啊？你我情同姐妹，我自然信你。不过众口铄金，要想府里的人打消猜疑，妹妹总要有个表态。对了，竹青，今天二夫人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不知羞，有辱门风的小蹄子，杀了便是。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你们害我！二夫人救我啊！对啊，虽然喜鹊有罪，但是她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，您就饶了她一次吧。阮诗雨，你这妒妇！这楚云怀有身孕，这府中岂能随意杀人？你夫君可能还不知道吧？这香里加了绝子散，夫君以后不能行人道啊！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男人了，夫君，我可是替你报仇啊！握住了，瞄准了，3、2、1。祸害主君，断我侯府血脉，为保姨娘清誉，正主君名声，你们下不了的狠心，我替你们下。你这是疯了！你肆意杀人，我要去报官！报啊，大可去报，明日整个京城都会知道你断子绝孙。主君可想清楚了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阮诗雨，你楚云，楚云，叫大夫，快叫大夫！楚云，前世的仇，我一笔一笔都要算清楚。真是大快人心！上一世梁世成让我痛失女儿，这一世我也要让他尝尝失去子嗣的滋味。一报还一报啊！阿轩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杀心太重？不会，我只嫌他们血太脏，污了你的手。上一世他们如此搓磨我，让我失去至亲骨肉。这一世，我也要让他们尝尝钝刀子割肉是何等滋味。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今日约你相见，是有礼物要送你。世宇，父亲。母亲，兄长，我的好女孩，让你受苦了。数年未见，你们竟这般衰老。奶奶别哭，幸亏有慕容将军的人对我们多加照料，我们才能3番5次躲开歹人的算计。只可惜我的囡囡居然……母亲，夫人保重身体。慕容将军
一路护送我们回京，又为我们添置住宅。现如今还未平反，我们不能露面。万事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慕容将军，你对我们阮氏一家的照料，我此生无齿难忘。待大仇特报，我迎你十里红妆。女儿，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梁世成为人自私自利，我要用他的手杀尽身边人，最后取他的项上人头。周楚云该死了。王大夫，姨娘她怎么样了？大夫，你快说吧，你是咱们周府里10数年的老人，我只信得过你。哎，姨娘本受惊吓，加上来请我时又耽误了时间，这腹中胎儿已经没了。没了？什么叫没了？王大夫，你帮我，你帮我！主君已经不能人道了，我这孩子不能没了。小姐，这孩子已经小产，即便是大罗神仙来，也毫无办法呀。这孩子是我能扳倒阮氏玉最后的筹码了，他绝对不能没了。王大夫，你弄错了，我的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呢，我只需要给我开几副保胎药就行。王大夫，你怎么不懂我的意思呢？我的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呢。腹中胎儿怎么样？最长不过半月，夫人请放心，小人在周家待了10几年，他只能坚信腹中的孩子已经没有。竹青，赏。多谢少奶奶，多谢少奶奶。姑娘，反正她腹中的胎儿也留不了多久，为何还让大夫骗她说腹中的胎儿已经滑胎？她以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滑胎了，自然会想办法再怀一个。梁世成已经不中用了，你说他会找谁呢？怀着孕与他人通奸，还害死了与自己丈夫唯一的子嗣，杀局已定。周楚云、梁世成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贱人，一定是阮诗雨，一定是阮诗雨，一定是他害的我。他胆敢害我，我现在要去杀了他！儿子，你不能冲动啊！现下周氏肚中还有孩子，大夫不是说了吗？那可是个男娃，咱们宣平侯府的香火算是保住了。况且阮诗雨还有慕容轩护着。慕容轩，又是慕容轩！我替他养了这么多年孩子，可如今却被那个贱妇害得我……你说什么？那个死丫头不是你的！当年阮诗雨一家被流放，我买通官差，给阮诗雨下药，准备英雄救美，顺带强要了他。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不得不抢。不想慕容轩出于担心，竟偷偷从戍边之地赶回，暗中护送。好在他因擅离职守，不可久留，我就顺水推舟替了身份。后来阮诗雨出嫁，他那傻子为了顾全他名声，竟也从未问过。
成想就一次，她就怀了身孕。我现在一看到她跟那孩子，我就能想到慕容轩和他柔情似水的样子。所以，你才从不愿碰他。你糊涂呀！若是有一日东窗事发，慕容轩知道我们偷了他的孩子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就算他们去死了，到了地下也做不了夫妻。竹青带着兰儿出去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娘亲，小姐，兰儿逛街困了，我正巧从军部回来，见竹青一人带着孩子又提着东西，很不方便，便帮忙把他们送回来。娘亲，兰儿喜欢慕容叔叔。要是慕容叔叔是兰儿的父亲，兰儿就有人疼，娘亲也不会备受欺负。多谢慕容将军。竹青，带小姐回去吧。是，小姐。来，兰儿。皱着眉头，不怕长皱纹啊？你上辈子，你这眉头中间的川，跟刀刻似的。不止兰儿心疼你，回忆时，每午夜梦回，我都害怕自己还活在上一世，只能眼睁睁看你陷于水火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不一样了，我们都从地狱里回来了。这一世，该入地狱的另有其人。事已办成，不日我便可离开宣平侯府。梁世成诬陷你父兄的证据已有眉目，你万事小心。给兰儿买的，都是孩子喜欢的玩意儿，还有些衣裳首饰、笔墨纸砚，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些，你挑着喜欢的。我都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无论前世今生，他待我的亲人总是极好的。天冷了，你进去吧。诗雨，凡事有我托底，你不必忧心，也不要操之过急。无论多久，我都等你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阮诗雨，起开！阮诗雨，我是你丈夫，我来你院子里，你还敢想着拦我？小侯爷不清醒，帮他醒酒。是。醒了，醒了就回去。诗雨，你这个贱人！你刚才去哪了？这谁给你的东西？我是你丈夫，阮诗雨，你我才是夫妻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慕容轩，果然是你。梁小侯爷是越来越目无理据了，宠妾灭妻，纵容刁奴谋害亲女，如今要无赖耍浑，强迫发妻吗？这是我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慕容轩，你们俩通奸是吧？好，我这就去上报衙门，我要让你们颜面尽失，进猪牢。哼哼！当初若不是你趁人之危，用身家性命胁迫她嫁给你，她早就是我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十里红妆迎娶的正头娘子。你既娶了她，却不珍视她，是你活该。你若毁她清誉，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
我就喜欢看你这样得不到他发疯的样子。你处处比我优秀又怎么样？慕容轩，我告诉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还有孩子，不照样都被我抢走了？你什么都没有！你说什么？哼！我说你又怎么样？小侯爷喝多了黄汤，说起话来口无遮拦。慕容将军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他方才的话，你也觉得不对？都说酒后吐真言，他当初耍诈夺妻不假，可是夺子，或许是胡言乱语吧。你我并无夫妻之实，怎么可能？你不记得？什么？是我说，你和我有夫妻之实呢。你被流放时，我曾偷偷离边，暗中护送。那日见你被下了药，我冲出相救。原本我想请大夫，无奈地处荒郊，我才不得不唐突了你。嫁进梁家不久，我就有了身孕，自此和梁世成再无夫妻之实，唯一一次同房就是寺庙之中。世人，别怕，不是你的错，我会负责的。若是阿轩所言属实，那兰儿究竟是谁的孩子？娘亲，兰儿，娘亲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父亲不再是你的父亲，你会难过吗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父亲不再是你的父亲，你会难过吗？那娘亲还是兰儿的娘亲吗？放心，娘亲当然是兰儿的娘亲。只要娘亲在，兰儿就什么都不怕。娘亲，兰儿虽是小孩子，但什么都懂。我知道，你并不喜欢父亲。父亲也并不喜欢娘亲和我，但是慕容叔叔，他是真的对我和娘亲好。娘亲，无论娘亲做什么，兰儿都支持娘亲，只要娘亲能快乐。那兰儿可愿陪娘亲一起做个鉴定，滴血验亲？原来如此，难怪虎毒还不识字，他却屡次对我们母女下毒手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梁世成早有预谋的。他害我们骨肉分散如此多年，此仇不报，非君子。不可！现在有官爵在身，贸然行动，我们也难逃法则。我要让他自掘坟墓。好，一切听你的安排。不行，还是不行！开的什么老狮子药，一点都不管用！主君别动怒，大夫说了，这滋养补肾急不得，需要慢慢来。或许再等1个时辰，他就好了呢，对不对？主君。笑什么？笑什么？若不是你蠢钝如猪，被阮诗雨那个贱妇遭了算计，我又何须至此？你还敢笑我？哼！不中用的东西，要是护不好我儿子，我要你好看！
世成，他竟敢如此待我！宣平侯府，好啊！英哥，我堂兄还要多久回来？昨夜周姨娘在房间闹了一夜，听说主君动了怒，差点掐死周姨娘。任由他们折腾吧，以后闹的时间还多着呢。对了，大夫怎么说？全京城的大夫和游医都找遍了，个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赶出了府。老夫人为了封口花了不少银钱，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京城里早就传开了。一派胡言！滚！都给我滚！记住，要是胆敢说出去半个，我要你们狗命！花公鸡，红冠翘，窝窝不彩蛋。宣平侯府院，空窝窝，3年抱草草。东头笑，西头摇，鸡毛满天飘。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是现在最流行的童谣啊，大街小巷都在唱呢。父亲，我唱的好不好？你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梁世成，你有本事就堵住全京城的口，没本事别拿我女儿撒祸。好啊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表哥，云儿终于等到你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云儿的日子过得好苦。表妹，别哭，我来了，有我在，绝对没人敢欺负你。早是如此，你就应该嫁给我。若是嫁给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做贱妾，我让你做夫人，做我的当家夫人。云儿，我要快些怀上孩子才好，不然被宣平侯府知道我的孩子已小产，一定会将我赶出府。佘诗雨，既让你得一些时日，待我生下宣平侯府独苗，我看你还能奈我何？梁世成舞弊一事，证据已找到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姑娘，周玉又进了周姨娘房间了。好，这东风不就来了吗？派人去给梁世成传信，就说我带着人急匆匆地去了周姨娘房间，要对她腹中孩儿不轨。娘亲，这花虽有毒，却开得实在漂亮呢。既然漂亮，那就把整个宣平侯府都种满，好不好？阮诗雨，阮诗雨，你又想对楚云做什么？你还嫌害我害得不够惨是吗？主君急什么？你没听周姨娘都说慢一点呢？哦，不过好像不是冲你说的。表哥，只有你才是真正的男人，太厉害了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主君，你听我解释。周楚云，你竟然背着我和外面的男人厮混！周楚云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！我自认为对你不薄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！侯爷，你就看在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
就当是看在孩子的份上。孩子，这些血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的孩子都被你害死了！我们的孩子都被你害死了！是血，是血！不，侯爷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的孩子早就没了。贱人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是你让我们宣平侯府断子绝孙啊！不，侯爷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孩子，你相信我，这不是，孩子早就消失。还敢狡辩！夫人，侯爷，大夫来了。梁小侯爷，您就是再生气，也不能杀了您的孩子啊！方才出血，不过是胎相不稳，而您这一脚，才是真正要了您孩子的命啊！这可是一个足足6月大的男胎呀！你是说是我亲手？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！孩子，孩子！我的孩子，官去柴房，不必质问。是。我怎么在这里？来人！来人啊！我应该是丞相夫人才对。生下白虎山那个不祥人，失传失语，被关在柴房，受尽凌辱的也是他。失传失语，失传失语！给我出来！是不是你害我？你给我出来！丞相夫人，看来你也想起来上一世，正好，我新仇旧恨一起，算我更痛快。周楚云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周楚云了，现在只是宣平侯府里一个偷欢滑胎的贱妾。周楚云是宣平侯府8抬大轿抬进门的嫔妾，是丞相夫人，是陛下亲赐一匹诰命夫人。冉世云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没死，我怎么敢死？你上一世是如何风光无限，这一世，你该如何偿还你做的孽？你的孩子，还有宣平侯府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冉世云，我要杀了你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巧了，我就是地狱来的恶鬼，向你索命来了。很快，你们一家3口就能在地下团聚了。
没钱就敢来老娘这儿赖着，谁不知道你宣平侯府如今就是个空壳子呀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达官贵人，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。我呸！给我打！好好教训，就别打！不给钱，哪有打死他？面见识，这个样子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！行了，这两小侯爷呀，真是活该。当初不顾发妻颜面，非要娶外室为平妻，现在好了，不仅被戴了绿帽子，还亲自踹死了自己的孩子，哼，真是暴力。我听说呀，他那儿还废了，这宣平侯府的根儿啊，算是断在他这儿喽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多谢多谢，恭贺两小侯爷荣升丞相。两小侯爷享其人之福，家中两位妻子平起平坐，如今又成了当朝丞相，当真是风光无量啊！是啊，风光无量。参见丞相。不让你起了吗？都给我跪好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假的，这都是假的。我明明高中了状元，升官至宰相，连他都要礼让我3分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上一世明明是我笑到了最后。是我笑到了最后，诗雨，原来你早就回来了。你想要摆脱我？哈哈哈哈哈！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！你想都别想！哈哈哈哈哈！娘亲今日要带我去何处玩？哎，你看，梁世成，你干什么？夫人。夫人，我错了，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和女儿的事情了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相信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让梁世成丢尽了脸，他应该恨不得杀了我，为何却肯对我服软？这其中必定有诈。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怎么做这般？我知道，在我们成婚之前。你和慕容将军早就私定终身两情缱绻，你是为了求我救你们全家，你才嫁给了我。回头金不换啊！这些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你现在对慕容将军都还有感情，这一切我都可以不在乎。以前是我的错，我不会再出去找别人了。我只求你别剥夺一个我作为父亲的权利呀！想不到这水性杨花的女人居然是梁夫人，还说是什么家教森严的贵女呢？我呸！这阮家不忠啊，教出来的女儿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许你们这样说我娘，娘亲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大家看看。我们父女都被人叫离心了呀！是阮诗雨偷汉子在先，怪不得男人找外室，下贱胚子！哎，真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，真不要脸！住口！都想被抓起来关进衙门吗？慕容将军，你难道是想公报私仇，堵住悠悠众口吗？我知道。你们都重生了，那又如何？你们敢跟我斗，
可你舍得让阮诗雨还有你的女儿被人背上一辈子的骂名吗？上一世是你们输在我的手上，这一世我依旧会让你们输在我的手上，除非你现在就来杀了我，你敢吗？梁世成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梁世成什么都不求，我只求我心爱的女人，还有我的孩子，能够迷途知返，回到我的身边。过往一切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这小侯爷大度啊，小侯爷乃真君子啊。夫人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一定努力考取状元，让你过上风光无限的日子。不可答应他。要是你不答应，我现在就告诉全大梁人，梁心兰是你们偷情生的贱种。娘亲，兰儿不怕，不要答应他。你忍心让你心爱的人，还有你的亲生骨人，出一辈子的脊梁骨吗？这小侯爷都这么说了，这梁夫人还在犹豫什么？不会真的跟慕容将军有一腿吧？那他闺女是？都住口！梁世成，既然你决心悔改，执意要与我再续前缘，那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希望你永远都莫要后悔。阿娘，你真的要留在这儿吗？是啊，姑娘，这梁世成明摆着就是要与你不死不休啊！我又何尝不知呢？他有着前世的记忆，定能在科举中夺得状元。世人人人拜高踩低，又有谁会相信他的恶习？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，活在他的阴影里。可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我要让梁世成的美梦变成置他于死地的噩梦。将军，竹青、诗雨和兰儿他们还好吗？请将军放心，姑娘已有一计。姑娘说了，梁世成不学无术，秦时能当上宰相，全靠诬告和阮周两家的银钱打通。如今周楚莹已死，夫人也和他撕破脸，他只能靠科举。他有把握当状元，只因重生记得考题，只要能设法让翰林院换卷，此法自然落空。此事不难。今年负责会试的考官范明一向喜好钱财，我定会设法说服他。竟然想用这法子断我官路，想得美！这范明前世就跟我一起买卖官职，只要钱给的够多，不怕他不帮我。名落孙山，科举舞弊。这一次，梁世成必死无疑。新科状元，官运亨通，阮诗雨，我定会让你知道，我梁世成才是这世间真命之人。不一样，这题不对。来人呐，来人呐！你们这道题给错了，主考官在哪？我要见主考官！我要见主考官！吵什么吵？你还考不考了？考官，不，大人，你这道题给错了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主考官在哪？我要去见他。你说的是范明，他被人举报收受贿赂，已经关入大牢。
你要见他，是要一起进去吗？啥？考不考？哼！我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，明明是我笑到了最后，如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般模样？不，我不甘心，我没有输。会试已经开始了，听看守的官兵说，梁世成又哭又嚎，最后竟然昏死过去，醒了才认命一般开始作答。投机取巧，凭他也想当状元，笑话！那范明果然一查一个准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前世我被软禁在府里，出不了门，他那些阿扎氏便也不屑于背着我。他跟范明两个人蛇鼠一窝，不知道害了多少寒门子弟的性命。如今我顺带连他一起铲除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梁世成想用流言毁了我，让我和兰儿永远无法出宣平侯府。那我就让他亲口承认自己犯下的恶行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主君回来了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夫君这是何意？这几日我可是连府门都没出去过。不过我倒是听闻，主君在考场里疯癫无状，还晕了过去。可是遇到了何事？才没有！我是在宫院不小心感染了风寒，并无大碍。你休想看我出丑。可是我听说，陛下在考前3日换了试题，是有人举报了朝中官员在科考之前泄露考题，陛下正在彻查此事。我还听说，陛下非常生气，若要抓到作弊之人，定当五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你说，是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在陛下面前放肆？你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不知夫君可认识这个？这是我的钱袋，它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隔墙有耳的道理，我和阿轩怎会不懂？果然是你，是你在背后陷害我。是你自己选的，与我无关，科举舞弊。陛下正在大力彻查此事，说我将证据呈上去，侯府会如何？与我和离是你唯一的活路。我们夫妻一场，何至于此？夫妻一场，你诬告陷害我，害我满门全家被流放，险些惨死。你为了娶我，买通官员，不惜毁我清白。婚后有私通外室，与你母亲联手害我女儿，这就是你说的夫妻一场。阮诗雨，你果然回来了。我宣平侯府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是你自作自受。我清楚地记得你是如何监视我和我的女儿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这滋味好受吗？诗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的心里一直是有你的。之所以对你身边的朋友那个样子，我只是想让你的眼里只有我，我是想让你只能依赖我。你还真让我恶心！想要让我原谅你，给我跪下！阮诗雨，谁允许你这么同我说话的？不跪是吧？好，那我就将证据呈上去，一样可以保护我和我的兰儿。我同意，同意与你和离。我同意，同意与你和离。好，3日之后，
带上族中长老，与我面议和离一事。你若反悔，我便一纸御状，将你买官舞弊之事公之天下。想让我跟你和离？你做梦！就算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，我也绝不会同意和离。主君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放印子钱的事被人捅出去了，人已经被衙门抓走了。若是再查下去的话，老侯爷的事情就会牵连出来，这侯府可就真不保了呀！你说什么？阮诗雨，一定是阮诗雨干的。我听说是慕容将军亲自带人过去的。主君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夫人，可是你不能视全族性命不管呐！快去备马，备马！我现在就去见慕容轩。是。慕容将军，这之前都是误会。我知道你对我夫人一往情深，这样，我愿意做个顺水人情，将诗雨割爱送你。只要你愿意帮我宣平侯府渡过难关。送，在你眼里，诗雨就是个物件。哎，都是男人，这女人就是个锦上添花的玩意儿。放心，这里只有你我，她听不见。怎么样？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保证痛快合理，再不叨扰。滚！您再考虑考虑。哎！诗雨，他已经答应和离，你又何须再忍受他折辱？和离对女子名声有损。你知道，我不在乎那些虚名，无论你如何，我都会。可我在乎，我爱的人，我的父兄，我的女儿。上一世受了太多折辱，这一世，我要一点一点的洗刷冤屈。我要的是修复，是让他万劫不复。马上结束了。阮诗雨的胆子可真大，竟敢当着大伙的面和离。这要是传出去啊，他日后还有何脸面在京城待下去啊？哼，夫为其纲，他可太没规矩了。各位长辈，我与阮诗雨成婚3年，夫人不孝敬父母，不育子嗣。成婚3年，我们2人反目生嫌，情义尽散。今日起，我们2人和离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阮诗雨，就算是和离，我也要扒你一层皮。我就不信恶名远扬，你与慕容轩还能潇洒快活。诸位长辈，今日唤大家前来，并非我与夫君和离。阮诗雨，你什么意思？阮诗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和离是你提出来的，我也按照你的要求请来了族人，你为何要出尔反尔？今日我阮诗雨是要休夫。笑话！自古只有休妻，哪来的休夫啊？今日若是不能休夫，那这事儿就作罢吧。不行，今日必须和离。阮诗雨，你别胡闹，我已经同意放你离府，今日你就乖乖的签下和离书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我心意已决，若想将我赶出侯府，就签了这份休书。这份休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的10条罪状。梁世成，家族人的性命与你个人荣辱这道题，你会选吗？不能签啊！要真签下，我们宣平侯府的脸面丢哪儿去了？梁小侯爷，这休书万万签不得呀！
签还是不签？你早就跟慕容轩串通好了，你是故意挖坑害我，你好狠的心呐你！梁世成，我再狠心也不如你狠心。慕容轩已经带人在来的路上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当真要把九族的性命置于不顾吗？抱歉。宣平侯府小侯爷梁世成3心2意为夫不忠，今被发妻休夫，罪状有10。第一，设计买通匪徒，强迫梁家女假意救人，趁机逼娶；第二，心术不正，诬告梁氏满门，害阮氏全族被流放边疆，险些惨死；第四，买官舞弊，不忠不义；第五，身患隐疾，不可孕死；第六，踢死妾室腹中亲子。梁世成，你这无耻小人，宣平侯府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！走。第九，设计毒害幼女；第10，强占慕容将军妻女，致全家离散。别念了，你给我闭嘴！梁世成，这10条罪状是你亲口认下的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阮诗远，你以为离开我你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你这个2嫁妇，就算你能嫁进高门，你也只能做妾呀！做妾你能甘心吗？我阮氏仪的自由我自己定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梁世成身应侯爵，却行此滔天巨恶，上负君恩，下虐梨树，终坏国法，恶贯满盈，神人共弃。着即褫夺梁世成一切官职，勋爵，追夺告卷，削除宗籍，宣平侯府爵位自尔绝，永不承袭。其府邸、田产、赃私等项，尽数抄没入关，以充国用，为戒冤魂，钦此。将罪逆梁世成就地处死，尸首悬挂午门示众。儿啊！娘亲，我们要回家了吗？对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回我们真正的家。爷爷，舅舅，快来救我呀！来了！新看丫头，慢点跑，跑！女儿，你看我给兰儿绣的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娘，你来这半个月，给兰儿绣了多少衣服了？这哪穿得过来啊？我的外孙女，我想怎么宠就怎么宠。好，你与阿轩，兰儿毕竟是你们的孩子。梁这姓不好，还是尽早改名更为好。外婆，来玩呀！哎，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，终于如愿离开宣平侯府那牢笼，今后咱们过的可都是好日子了。小姐，你看，谁来了？恭贺你心愿达成，打开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京中诸宅邸，庭前有百年玉兰，京郊良田百亩，皆是上等水田，岁岁丰人，可保衣食无忧。连同我慕容轩，此身此心，皆为聘礼。我要以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迎你入门，铺10里红妆，
让全京城都知晓，你阮诗雨是我慕容轩明媒正娶、真知重质的妻。前尘血泪已了，恩仇俱泯。从今往后，让我护你周全，与你安乐。这漫漫余生，你我二人执手同心，白首不离。可愿与我共赴此约？我愿意。在干什么？我也要看。爹，你一定要对娘亲好。娘，祝你幸福。夜深了，你们退下吧。我们走吧。诗雨，我从前总以为这日是镜中花，水中月。不会的，往后的岁岁年年，皆是真真切切的团圆。你策马疾，只想问寻儿，只要重燃我眸中星子。过烽烟乱世，看春花秋实，唯有你让我踏实。向日复一日，都与你相识，心声却掩于唇齿。阿轩，我心悦于你。让人谈生有约无私。诗雨，这我等了2世。这一世，我定送你一个人丁兴旺的家。枇杷叶3片，红枣5颗。这安胎药怎得如此繁琐？爹爹又要准备炸厨房了。自从娘亲诊出有孕，咱们的小厨房都要变成炼丹炉了。兰儿，莫要笑话你爹爹，他呀，来尝尝。味道不对吗？我明明是按照书上做的呀。唉，弟弟呀，等你出来了，可要为娘亲试毒。弟弟的厨艺呀，实在堪忧。你个小调皮，敢嘲笑为父，罚你明日与为父一同晨练。好了，别吓唬兰儿。兰儿，这药虽苦，却是你爹爹的一番心意，娘甘之如饴。爹爹须得种满整个花园，这样来年娘亲和肚子里的弟弟妹妹才能日日都有新鲜瓜果吃。小状元说的极是。爹爹的肩膀，哎呀，让你逞强，非要自己来。喝茶吧。夫人就是心疼为夫了，那就罚夫人亲自替为夫揉肩。好。爹爹，兰儿新学了一首古诗，听我念给你们听。好呀。春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好，宝宝真棒，宝宝真厉害。夫人坚持住，稳婆马上就到了。
你守着娘亲，爹爹去接稳婆。父亲，别慌，我在。守着夫人，莫有差池。弟弟乖，别让娘亲那么痛。兰儿长大。娘亲。我不是在府里吗？这是何处？这是前世的我。前尘往事尽作云烟，莫问恩仇，且饮此汤，再复新生。这汤我不能喝，我要清楚的记着，我这一世是如何被奸人所害，害我永世亲人，母女分离，失去挚爱。就算是永堕阿鼻地狱，我也要与他算个明白。前世发生过的一切，如今回顾，虽然像一场梦，我那些痛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。若不是上天眷顾我，让我重生，我怎么能和我的家人女儿团圆？罢了，你尘缘未尽，有人替你换了阳寿，回去吧。多谢阎王。阿轩怎么在这儿？阿轩，阿轩，阿轩！你用9世轮回换他重回人间，当真不悔？你可知道，他即便回去，也不可回到未嫁时。我不在乎他是否嫁过人，我只在乎他能否幸福。若所爱之人能圆满一生，阿轩无悔。哈哈哈哈哈！痴情人，回去吧。这一世，愿你2人守住姻缘，再莫分离。原来我能重生，是他用9世轮回换来的。女子生育是鬼门关，正因如此，你才能再来我地府看到前世因果。你可知，若无良事成作恶，你本来姻缘开始如何？诗雨，阿轩，下月便是你吉祭礼。我托人寻了跨河田玉，刻了雨字。阿轩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重新再回此地，与那慕容轩白首一生，你可愿意？我不愿。于我而言，我的夫君、家人、女儿，都是我至亲至爱之人。当下就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回去吧。不要！夫人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将军，喜得麟儿。